暗恋他万年，发现他喜欢的是姐姐，我自觉退出三角恋，入凡尘忘情缘，重来一世，我想再寻另一真心人。谁知一朝归位，沈秀居然入了凡尘，生不归天界，死不入轮回。发生这样的意外，天君震怒，沈秀入凡尘只为求一人。我觉醒魅魔血脉后，缠上了仙界太子，趁他渡劫虚弱，我贴耳呵气，殿下，我倾慕你已久，今日想与你共赴极乐。太子起初厌弃我，可我离开后，他却疯了般到处找我。我叫石样，一开始只是一个有着魅魔血脉的凡人，我娘是魅魔，我爹是凡人，一个胆大色心，一个白脸书生，自是羊入虎口。当年我娘生下我，就抛弃了我爹，去寻他的大好青春。我爹含辛茹苦地将我带大，指望我以他为戒。我十分乖巧，恪守深规，安分守己，直到18岁这年，我觉醒了魅魔本性，一身完美无骨，白肤细腰，浑身通香，活脱脱的一个勾人妖女。被嬷嬷带走的时候，我爹并未拦我，他也拦不住。走之前，他只嘱咐了一句：切记你是我的女儿，下手轻些，要斯文要柔弱。回来了，随后我就如礼物一般被装扮了起来，在不同宴会之间流转，最终被送入了一个偌大的宅子当丫鬟。太子哥哥，奴是来伺候您的。他们叫我勾一个人，叫他忘不了我的滋味，日日留恋在我身边。太子哥哥，而对于这个宅子的人和事，嬷嬷只字未说，只是叮嘱我千万不要惹他生气，日后便留在书房吧。那一夜，我等到深夜，太子才姗姗来迟。刚籍贯的太子不见一丝稚气，身形修长，玄衣黑发，清雅金贵，掌眸垂帘出淡淡阴翳，整个人透出冰雪似的空静，看起来还行。是，太子哥哥，奴一定尽心尽力。没待多久，沈秀要走了，眼看着情况发展方向不对，我一个大跳到太子身上，张起血盆大口朝他嘴角咬去。石样，咋啦？在夜色里，空气中发生些微妙的变化，我的眼珠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变化，原本的墨色眼珠转变成了桃红色的爱心。不仅如此，一条尖端是桃心的尾巴正缓缓从裙襟端钻出，我发觉身后有什么东西不对劲，我空出一只手摸去，完蛋，我的尾巴差点暴露。我一个闪现推开沈秀的怀抱，低头去瞧她的脸色，只见她眉眼微蹙，耳垂红的发紫，应该是没发现。待我收起尾巴想要继续，那人冷静下来，凝视着我的眼睛，万般无奈。跟谁学的？本性，天生的。沈秀开始与我保持距离，一坐一走离我足有8尺远，他在这头，我在那头，我又不能强来，真是苦了我。也不知道他天天看着我流口水有什么感想，离我近点怎么了？满足点我的小爱好怎么了？真是个胆小鬼，吃不着摸不着的日子，实在心痒难耐，疏而可忍，审而不可忍。我趁着一个夜色破了门闯进他的寝殿，待看清屋内情况，笑花了眼。沈秀正准备入睡，那有劲的后背，那单薄的寝衣，真是哇塞！我果断快速锁门，褪去外衣勇敢而上。沈秀察觉到动静，瞬间穿紧了衣裳，然后眼巴巴地看向我，来，宝贝儿，爷来疼疼你。我冲到他身前扑倒，将他按在身下，终于解馋了。沈秀青筋暴起，发红眼着看我，一双手紧紧揽着我的腰，却说：阿样，别胡闹。说着拒绝的话，动作偏又深，低沉的嗓音还勾着人。乖，不闹了，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。我有些诧异，稍微退开些，伸手去戳他的喉结，傻不拉几地问：太子哥哥，你的心跳怎么跳这么快啊？他合上双眼，胸口剧烈的起伏2下，将我抚坐起。我饿，就让我一口吃掉呗。沉默，长久的沉默。最后他送上了一大桌饕餮盛宴，有烧鹅，有排骨，有酱肘，其中还有美味的修仙果。阿样，看这些喜欢吃吗？够吃吗？够是够了，
我是傻眼了。我对太子搞颜色，没想到太子对我是真情。我挥手表示我不傻，我也不想修仙，你认真看看我呗。为了将好事提上日程，我果断表白，其实我想吃的不是这个，我想吃的是你的味道。你的。沈秀还是坐得离我老远了，清冷金贵，带着些漫不经心，挑眉笑道：哦，阿样为何这般另类？隔着老远，依旧能嗅到沈秀身上散发的香味。我有下一口小混沌，深情款款，自是对殿下您一见如故，一见倾心，情深似海，想与殿下一起共赴极乐。在老爹那学到的成语可算有用武之地了。我越说越起劲，殿下，我对你的情就如初见乍惊欢，久处亦怦然。若你决定灿烂，山无遮，海无拦，是微风，是晚霞，是心跳，是无可替代。沈秀眼神迷茫，我再接再厉。我看过春风十里，见过夏至未至，试过秋光涟漪，爱过冬日暖阳，全抵不过你一句我想见你。殿下，我是一只老鼠，而你是一袋大米。眼瞅着越周越离谱，沈秀的眼越来越红，我果断结束表白。殿下，我不傻，真的，我只是离不开你。魅魔天生就是勾人的，在烛火的跳动下，我娇娇柔柔地端坐一旁，一双美目微微上挑，眸里泛着秋水般的涟漪，楚楚可怜地望着心上人，萦绕在彼此之间的氛围愈发暗情波动，心头莫名又有些躁动。哦，好，一桌的大鱼大肉真给我吃吐了，天杀的，又浪费我一个好时机。对岸的沈秀两步并作一步，疾步前来，拍打我的后背。阿样，我吐得眼泪汪汪，用力地抓紧他的手。殿下，相信我，我们明晚就洞房吧。哦，随后沈秀命人找太医问诊、吃药、睡觉，兵荒马乱的一夜，一场大戏，最终又以我吃多吐完而告终。在安神汤药的作用下，我沉沉睡去。沈秀缓步走上前，将被褥贴身盖好，俯身越来越近，随着香气愈发浓烈，缠绕全身，我呼吸越发滚烫，不经意间桃心尾巴又钻了出来，循着香味攀上了床边的大手，热，很热，月色倾斜。沈秀用指腹摩挲我的桃心尾巴，随后又抚上我小肚上的疤痕，嗓音带着极尽忍耐：阿样乖，再忍忍。黑暗中我睁开了双眼，兄长，你究竟是真失忆还是假失忆？此事说来也短，沈秀是仙界太子，金枝玉叶，高岭之花，和天地闹别扭，去到魔界救死扶伤，扬言众生平等，妖魔的命也是命，他救的最后一个魔便是我，而我是个魅魔，生而祸水，天生就会勾引人迷失心智，为我疯狂，直至堕落。他们说我这样的人该杀，但沈秀他不杀我，反而说是他们贪念过大。我一想说，我们魅魔也是挑嘴的，不过我不是沈秀身边唯一的魅魔，暗恋他万年，发现他喜欢的是姐姐，我自觉退出三角恋，入凡尘忘情缘，重来一世，我想再寻另一真心人。谁知一朝归位，沈秀居然入了凡尘，生不归天界，死不入轮回。发生这样的意外，天君震怒。沈秀入凡尘只为求一人，不论多少修仙之人下界挽回，他根本不为所动，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跟那人过日子，甚至凡尘之心更重，情欲更深。只是这样，天界少了一名能打的战神，实力大减。他若不勘破红尘，将来苍生就得跟着吃苦，毕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整个天界和凡尘必将大乱。好在那女子是我，寻得一真心便断了尘心，假死回了天界。只是这过程太过突然，沈秀不愿接受，一心等着我轮回重生，再续前缘。我看过凡间的话本，沈秀这样分明是爱而不得追求心爱之人的模样，总之他所求之人不可能是我，偏天君要我下界，圆了沈秀的心。待沈秀走后，我起身拨通了天地老儿的小灵通，看吧，我都这样了，他都无动于衷，所以我敢肯定他所求的女人不是我。
话刚落，天地老儿的大脸猛然出现在我眼前。小洋洋，我们没别人了，凡是符合年纪的都下界试过了，唯有你一人能近他的身。我发出疑问，会不会不是女的？要不你们派个貌美的男仙君来？天君老儿胡子一飞，圆眼一瞪，有些扭捏。试过了，公的、瘦的、小狗、小狐狸，你能想到的，我们都试过了。我见我不说话，天地老儿笑了。所以现在唯一能救太子的人就是你了。不能带着我这只羊毛薅啊！我板着脸都玩过一世了，输了，谁还有心情继续来玩一局？天地老儿神色复杂的看了我一眼。太子不畏艰难，一手将你带大，你的衣裳，你修炼的宝物，你都是太子给的，你要知恩图报啊！够了够了，我继续。嘿嘿，是让小样样受罪了，也怪太子心性古怪，要不是他贪心太重，行为怪异，乱入凡尘，也不会有这么多事。说实话，我也想看看太子的大结局，真是好奇他到底喜欢哪一款，到时候顺利结局了，小样样可否抽空连个小灵通？第二天，我盯着俩黑眼圈去书房伺候，临到门口想了想，又退回去厨房端了一碗补药再来，门一推就开了。沈秀坐在书案前，金贵端庄，为避免打扰到他，生气破坏氛围，我乖乖的端着碗在他身后等着，抬眸望去，斯文俊朗的侧脸，眉峰紧蹙，鼻梁挺直，硬朗的轮廓挺拔稳健，浑身的气质散漫认真。果然，工作认真的男人最美。闲来无聊，我眨眨眼，施法再看去，他里衣的带子微微透明，衣服整齐严实，我却还是看见了精壮的胸膛。我下意识的咽了咽口水，突然感觉鼻子一湿。你怎么流鼻血了？他起身赶紧扬起我的头来，还用手帕轻轻擦拭我的鼻血，柔软整齐的衣料子就这么擦着我的脸颊过去。我往下一扫，隐约看见了结实的腹肌。你脸怎么这么红？他又问我，我收回法力，随口扯了一个理由，这屋子太热了。我知道我是被诱惑的。太子哥哥，原来你每天这么辛苦。来，这是为你熬的补药，快些喝。大郎，喝药啦！我抬起帕子，将药喂到嘴边。沈秀一饮而尽，药效发挥得很快，纵使他清冷自持，依旧挡不了药效的热。沈秀察觉不对，一动不动，捏着椅子的手掌稍显用力，眼睫颤抖的厉害。我加大马力，直接送坐在他身边，放出我的尾巴，勾上他的大腿，说：太子哥哥，是不是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？沈秀的眼神发狠盯上我，粗重的呼吸被极力压抑，像风浪一般炙热滚烫。第二次强制，我还是失败了。绘声绘色的过程中，发生了点意外，沈秀全身发烫，似一团火。我莞尔一笑，沈秀，你是不是也想？沈秀将我搂在怀里，唇紧贴在我耳边，声音还含着沙哑。十样，我想了千千万万夜，想将你求在身边，永远不再离开。十样，不是我忘了，将一切都忘了的是你啊。沈秀以不容拒绝的姿态将我人拉了起来，他眉梢眼角都带着笑意，低头挽了吻我的手。十样，身体难受吗？如今你离不开我的，再等2日魂魄尽致解除，你想要多少我都给你。我一把把他推远，怪不得现在闻到你的香气就察觉到我的动作。沈秀十分不满意，走上前的掐我腰间的软肉，以禅香映入魔髓，无论你逃到哪里，都会忍不住想要缠上来。弄清楚原因，我转身就跑，手中捏诀，照出素仙境，欲回仙界，得想个法子不能再受这香气困扰。沈秀紧跟其后，一身玄衣锦袍，踏着云雾闯进了素仙境。屋外清月寥寥，他徒手从镜中划出一道口子，将我从里面扯出，用指腹锁住我的桃心尾巴，嗓音带着极尽忍耐：阿样乖，别跑，我会喂饱你，你别去找别人，想问什么我都会告诉你，你逃是逃不掉的。沈秀徒手一挥，素仙境里仙雾缭绕，我的脚像生了根，死定在原处。镜中人影婆娑，我想起了100年前那段凡尘往事。从发现姐姐告白，沈秀俯身回应：
我转投入了凡界开始，作为一个凡人活了一回，在凡界我遇见了谢晨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情谊深重。当沈秀找到我的时候，我正跟着谢晨一起看烟火，向来仙气飘飘、无欲无求的仙界太子，第一次失态震怒，怒火都已交织在一起。黑尘着脸掠过我幸福的脸，双手青筋抱起，谢晨挡在我面前。这位公子是有何事需要我们帮忙吗？沈秀冷笑一声，周身的气压降到了冰点。他伸手扯出躲在谢晨背后的我，捏住我的下巴，迫使我和他对视。石样，你可真是给我长本事了。沈秀黑着脸跟我解释，他跟石河没有关系，他不喜欢他，一切都是误会。我告诉他，现在长嘴没用，难道如你所说我离开了，你就发现爱上了？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解释再多我也听不懂。他站在风中一动不动，一张黑驴脸拉得老长，好半天他叹了口气，似是妥协，带着诱哄，别任性了，跟我回去。我不会跟你回去。罢了，你不回去，我便跟着你入凡尘，体验一番情爱不得之苦，如何？沈秀将谢晨查了个底朝天，拿他没办法。沈秀给我下了一禅香，闻香缠人，要我每日都受不了去找他。沈秀，你有病吗？有，我真要疯了。别碰我。我不。疼。人渣。畜生。我是。小石头儿，我去修魔好不好？凡人入魔谈何容易，尤其还是内心澄澈之人。意识清醒的那一瞬间，我捡起了地上顾晨丢的那把剑，一刀捅了进去。找不到魔盒在哪儿，只能划开更大的空子寻找。沈秀，不论是谢晨还是周晨，如今我就是一凡人，往后都不会再跟你有半点儿纠葛。我彻底失去力气，倒在谢晨怀里。幻境内的我倒地前，沈秀眼角破裂，有些呆滞，而谢晨抱着我，脸色扭曲。而后，沈秀身上黑气冒出，弥漫了整间屋子。沈秀入魔了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他不会离开我，你就应该出现，就不应该待在他身边。是你骗走了我的阿阳，他喜欢你的样子，是不是我变成了你，他就会喜欢我？这下好了，我变成了你喜欢的样子，你喜欢他，也就会喜欢我了，对不对？阿阳，醒醒，我们再也不分开。上清战神何时变得如此不堪一击？还是说你如今只是一凡人，一介凡人，杀了你轻而易举？天界战神至此陨落，我魔族定能力破万军，杀你仙界片甲不留。沈秀，你清醒清醒，我们要被魔逼杀了。想不到小石头儿成魔之前喜欢的居然是如此虚伪自私变态的你，你是真的不配。我就知道，他之前是心悦我的，他是爱过我的，他喜欢我当个大英雄护着他。沈秀为神者不尊，不爱不怜，疯魔自私，以情节伤及无辜之人，天罚现。沈秀，你可知错？知错却不悔。苏仙境内画面帮他，等我清醒，有些不知名的痛苦与迷茫。以禅香还没有解，你在怕我？没呀。是因为我杀了真正的沈秀吗？石样，你看着我，觉得我是谁？你指望我回答什么？你是沈秀，你是谢晨，如今你又只能是沈秀。我带谢晨回了仙界，成了上清战神的仙使。太子找我是想要拜托我照顾你。那日我求他不要走，便被你看了去。你没了记忆，下了凡尘，他忍不住去找你，那是他要渡的情劫。入凡尘找你之前，他的道心就已不稳，似有入魔的征兆。他知道他回不来，所以这些是他为你最后做的法器丹药，日后用得上。我看过凡间的话本，太子他这样就是一个失去心爱之人绝望入魔的样子。你性子刚直，做事又急，太子拉不回你，他估计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，你别怪他。从小到大他为你挡的劫雷，护你长大，做的比我多多了。世人赞美情爱，却也被他束缚，越是贪图，越是入骨。喜欢了就望他长久，不喜欢就想他消散。妹妹，作为姐姐，我希望你能拿得起，放得下，多爱自己。脑中一片恍惚，我有一瞬的失神。待我回过神来时，姐姐已经离去。之前那些不愉快的事，我们忘掉，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
或者我们还是回到家去，过我们自己的日子。回不去的。如今你是沈秀，是仙界的上清战神。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是不是最后不该杀了沈秀？是不是不该报仇？是不是不该适应这具身体？是不是不该活着？可谁又知正直的沈秀该是谁？我带着谢尘认识仙界的各家各户，带着他认识熟悉仙界的每一条路。别不要我。我是不是在走沈秀的路？不会，这是我们回家的路。阿阳，日后你若迷路找不到回家的路，我就出来这找你。阿阳，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我对你亦是一见倾心，一见如故，亦是青梅竹马，是一往情深。我也想与阿阳一起共赴极乐。阿阳，你心悦我，我对你的情亦是心跳，亦是无可替代。你说看过春风十里，说见过夏至未至，说试过秋光涟漪，说爱过冬日暖阳，说这些只为一句我想见你。我亦是。阿阳，你是一只老鼠，而我是一袋大米，我们不会离开彼此。阿阳，别不要我，我不是沈秀，我救不了苍生，只想为你一人足矣。阿阳，我答应的，你想要多少，我都给你，所以别去找别人，别不要我。静夜沉沉，浮光霭霭，我与谢尘一往情深，生为魅魔，只为度一场至深的情，求一场唯一的爱。而如今我好像都有了。上清战神啊，他历劫归来，道心不稳，若真入了魔，那6界可就遭殃喽。他不是沈秀。小样样，沈秀是顺应天下而生，为苍生而活，更是仙界太子。不论他的魂是谁，心在哪里，他体内始终着蕴藏纯净的仙力，都必须要顺从天道，护佑苍生。他不必恪守清规，但始终要以苍天为己任，度天下苍生，享无边孤寂，这是他的命。再次见到沈秀，是在那条来回走过千遍的道上。他站在月光下发呆，似是等了许久。独立干净的背影，正经端直的样子，让人想到覆着雪的寒松。我忍不住偷偷的看了一遍又一遍。等我再回过神来，我已经身处他面前，拜见战神。他轻轻侧过头，露出清润如月的侧脸，眼中不见往日的偏执爱恋，止于清冷淡漠。谢尘你认识吗？他寻了好久，天界无一人是谢尘，可潜意识又告诉他，只有眼前的人熟知。我微微轻头，月光下我们的影子交织在一起，如同静谧安好的画卷。不识，不知战神为何会问？我总觉得谢尘在等一个很重要的人，我想去找到他，帮他。共有从前，各有未来。沈秀，我希望你要多爱自己。后来我又去了凡界，勾了好多男人，上至70，下至17，皆是我囊中之物。小样样，而就这个原创的好，快将图册发一本到仙界来，必夺销售热榜，top 1道。老头儿，我觉得你还是要适可而止，多大岁数的人了，当心看小红书伤了身子。我白天窝在秋千下写画本，晚上窝在床上画秘制图，总之干的全是不正经的事儿。哎呀，不要你管，老当益壮，懂不懂？来，我们继续彻夜交谈，势必打造出最受欢迎的热销图册。天君老头偶尔打来小灵通，与我互诉衷肠。哎，小样样，而你院里何时多了一孩子？我顺着小灵通李老头的视线抬眸望去，青涩的脸庞，熟悉的眉眼。我瞪着大眼问下，你是谁啊？来我家干嘛？小孩大约有15、16岁的样子，身材瘦小，青涩懵懂，眼里却满是星星。你是谁啊？来我家干嘛？我在找回家的路。你叫什么？我叫谢尘，这是我家吗？你想留下来吗？卯时要起床挑水，辰时、午时、申时要做饭，其余有空的时候要随叫随到。有坏人进屋，要保护我。我与别人吵架，不论对错，也只能护着我。这样你要留下来吗？